中国还能不能出现第二个毛主席？答案是绝无可能。毛主席方方面面都堪称完美，简直是个全能型的天才。在毛主席身上有7个独一无二的特质，直到今天都无人能够超越。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位把人民万岁这句话喊得震天响，并且深深烙进整个国家灵魂的领袖。过去的中国只有皇帝万岁，天子万岁，但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从此这片土地上只有人民万岁。这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一生所有行动的出发点。他做的每一件大事底色都刻着人民2字。为了让农民活下去站起来，他力排众议搞土改，让几亿耕田的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为了让国家不受欺负，让人民能安心建设，他在那么穷的时候咬牙搞出2弹1星。有人说这太费钱，可他看得远，没有这东西，我们的腰杆就永远挺不直，人民的和平日子就保不住。他甚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因为他认一个死理，一个崭新的国家不能建在文盲的基础上，人民必须要有文化，才能真正当家做主。他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军队叫人民军队，银行叫人民银行，他的一切都深深地刻上了人民的印记。这份对人民近乎虔诚的信念，是他所有力量的源头，也是他最独特、无人能够模仿的地方。他更是唯一一位一件睡衣穿了20年、打了73个补丁的大国领导人。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最让人震撼的不是其他国家赠送的国宝，而是展柜里的一件睡衣。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色棉布睡衣，毛主席穿了20年，颜色从白洗到泛黄，最后变得稀疏。最让人动容的是，上面密密麻麻缀满了73个补丁，领口、袖肘、后背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的原布。身边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多次请求给他换件新的，他总是笑着摆摆手，补一补还能穿吗？他的饮食也简单到极点，一碗红烧肉就是难得的滋补品。他住的房间除了书还是书，陈设朴素得像学者的书房。他难道没有条件享受吗？当然有，但他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的是，中国还有多少百姓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份极致的、近乎苛刻的朴素，不是一个姿态，而是一种信仰。第三，他更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亲手送上最危险前线的父亲。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无数中华儿女奔赴战场，而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之一，就是毛主席刚刚新婚不久的长子毛岸英。以他的身份，留在后方有无数光明正大的理由，但在毛主席心里，领袖的儿子这个身份不是护身符。后来毛岸英牺牲在美军飞机的轰炸下，噩耗传来，这位父亲沉默了许久，将几乎要满溢而出的巨大悲痛硬生生地压回了心底。他对身边的人说道，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天大的事。可每当夜深人静时，这位老人总会拿出儿子留下的遗物，偷偷拿出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独自承受那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刻骨之痛。他送出去的是儿子，立起来的是一个原则，在为国牺牲面前，毛泽东的家庭没有特权，只有带头奉献的义务。第四，他更是唯一一个没有给子女留下1分钱遗产的国家元首。毛主席这位大家长为国家留下了原子弹，留下了工业基础，留下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不怕鬼精神，却唯独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1分钱。1976年，他老人家与世长辞后，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所有的现金加在一起也只有500多块钱。毛泽东选集发行了那么多册，稿费可是天文数字，但他早就有明确规定，所有稿费以后全部上缴国家。他留给子女的是什么呢？是一身正气和几箱书籍。女儿李敏退休后，过着和北京普通老人一样的生活。她的家风严到不近人情，她严禁家人打着她的旗号办任何事情，绝不允许搞半点特殊化。她用自己的一身清白向世人宣告，共产党打下的江山，绝不是留给自家子孙后代的，手中的权力一丝一毫都不能变成私人财产。对于国家和人民，毛主席做到了无私奉献的极致。但对于敌人和豺狼虎豹，毛主席展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铁血霸气姿态。他是全球唯一一位无需联合国批准就能给全世界定规矩的国家领导人。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霸气侧漏了？但毛主席偏偏就有这份底气。教员最硬气的一桩事，就是他给咱们中国的海上疆域划了道线。
1958年，咱们国家一纸声明直接甩给全世界，从今往后，中国的领海宽度被定为12海里，但在那个年代的国际上，英美这些海上霸主只承认3海里。这个消息一公布，全世界都炸开了锅，纷纷指责中国在破坏游戏规则。然而毛主席给出的理由硬气的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我们海岸炮的射程有多远，我们的主权就能延伸多远，这是捍卫国家安全的根本底线，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最后怎么样了呢？这条由新中国单方面划定的12海里线，硬生生变成了后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认可的国际准则之一。这就叫做凭实力把我的规矩变成了全世界的规矩，不仅仅是在海洋上，在陆地上也是如此。朝鲜的38线，他说绝不能后退，志愿军就是用血肉之躯守住了防线。在越南，他给美国画下了北纬17度线的禁区，美军飞机就真的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种一言既出，全世界都遵从的威严，不是靠嗓门大，而是靠几十年革命打拼积攒下来的威望。美国人甚至坦言，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这句话其实是对他这种立规矩能力最无奈的佩服。毛主席还是唯一一个没上过军校却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军事大家。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教书先生，没进过1天军校，却成了让西点军校都挠头研究的军事奇才。他的老对手蒋介石手下猛将如云，装备精良，可怎么都玩不过毛主席那套土办法。4渡赤水这一仗堪称军事艺术的神作。3万疲惫的红军在蒋介石40万大军的铁桶阵里穿来绕去，最后全身而退。这场战役被载入无数军事教科书，但后人无论怎样复盘推演，都感到难以置信。更大的奇迹发生在朝鲜战场。新中国刚刚成立，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然而当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他毅然主张出兵抗敌，去对抗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面硬刚。所有人都觉得这是鸡蛋碰石头，可结果呢？志愿军硬是用血肉之躯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推回了38线，逼得美国将军克拉克哀叹：我是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这一仗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也打出了全世界对中国的敬畏。最后他更是唯一一个能让他的死对头蒋介石从心底里感到佩服的对手。一个让敌人恨得牙痒痒的人不难找，但一个能让敌人输得心服口服，甚至私下里研究学习的人，那就太罕见了。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日记里反反复复琢磨自己到底输在哪。他最后不得不承认，他输给了毛泽东，不是输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输在了人心和脑子上。老蒋在日记里写道，此人用兵尤为神妙，他甚至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战术，能让一个曾经掌握全国资源、势不两立的强大对手，在失败后不是一味谩骂，而是发自内心的承认你的高明之处。这种赢得对手尊敬的魅力，本身就证明了胜利者境界的高低。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可令人动容的是，他仿佛又从未远离，他的画像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平静地注视着这个国家的日新月异。他的思想早已融进这个民族的血肉，成为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的底气。他的故事还在老百姓的茶余饭后被一遍遍讲述，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毛主席的品质，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学到一点点，但如此全面，如此极致，如此彻底地汇聚于一人之身，并深刻地改变了一个大国的命运。这个人只有毛主席。